一台豪华混动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是我们在德国自驾的第4天了。前几天呢，我们开了这台沃尔沃 XC60插电混动的，去打卡了像科隆大教堂啊，也跑过了像不限速的高速公路，走过了德国的大街小巷，做过了油耗、续航等等方面的体验吧。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要干嘛？泡牛北。 纽博格林北环呢，大家都不陌生了吧？又被称作为绿色地狱，拥有高难度的弯道、坡道以及起伏山丘，一直以来呢，都是很多车手车企想要征服的一条高难度赛道。那沃尔沃 XC60插混跑纽北之前呢，咱们先来说说性能啊。 2.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加上8AT 变速箱以及 P1加 P4 电机，让这台车的综合功率来到了335千瓦，综合扭矩更是达到了夸张的709牛米，零百加速呢也仅仅是5秒钟。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主题，泡纽北。 我们现在已经是跑上纽北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跑纽北赛道，说实话，心里面还是比较激动的。然后我们待会儿看一看这台沃尔沃 XC60插混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。先聊聊性能吧，刚刚说了它的零百加速呢可以做到5秒左右，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。即便是在亏电状态下，你要知道。 它的 2.0T 的发动机有着310匹马力和400牛米的扭矩的，正是在给脚油，哇，能够迅速的穿出去。这台车它是有 P1加 P4 电机的，所以有电机的加持，好处是什么？它的动力响应更加直接、更加迅速一些，所以像这样的弯道给油，能够第一时间没有丝毫的迟滞穿出去了。 纽北的话，为什么被大家称为真理之环，或者是地狱级的赛道？就是因为这条赛道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其实它路况非常复杂，这边就有一个旋转木马弯，哇，整个车完全是侧倾着的。所以在这种比较复杂的路况下，对车辆的底盘会有 更严苛的考验。然后这台沃尔沃 XC60插混的话，前面就是双叉臂的悬挂。双叉臂其实它的好处不仅仅是提升舒适性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保证你的车轮和地面有更大的接触面，而且能够提升转向的这种指向性。OK， 走你。后悬挂是多连杆，再加上复合叶片弹簧，能够让车辆有更好的支撑性。 其实不管是前悬还是后悬，它的上下支臂啊、仰角啊，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。这个在同级别车型里面，确实比较少见的。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沃尔沃的独家小秘诀，就是 HRS 液压避震。它的避震筒内是有2段避震区域的，中间有一个小的阀门。 像我们平时开的话，比如在城区里面，油液在宽敞的油道里面流动，它的阻尼就会更软一些。如果像现在一样，我们在赛道里面，油液会突破阀门进入狭窄区，到狭窄区的话，它的阻尼就会变得更硬一些，所以支撑性做得更好。那再加上沃尔沃有比较深厚的这种赛车调教的经验，所以这一台车它整体的底盘极限被调教了非常棒，极限操控做的真的很优秀。 OK， 那到这里的话，咱们赛道也跑了，不限速高速也跑了，日常的驾驶呢也都体验了。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一台豪华混动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觉得有2句话可以总结。首先，第一句就是不片面要全面。作为一台混动车的话，不能只片面的去追求它的低油耗，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它的性能问题。那如果只追求片面的性能的话，肯定会在其他方面有所损失，比如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失速问题，对吧？所以作为一个豪华品牌的混动车，更应该做到产品力要全面。第2点就是有操控够安全，任何时候一辆车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了。那作为一辆豪华品牌的车型的话，操控一定要好的。其实操控好也是安全的一部分。从这2个方面来看的话，沃尔沃 XC60插电混动它的表现确实是足够优秀的，可油可电啊，综合续航能够超过1000多公里，对吧？够省油，续航也长，有着电车的静谧，同时也有着豪华车的
行驶品质，还能够兼顾到高性能和极限的操控，它还有着燃油车的这种驾驶乐趣体验啊。另外呢，就是沃尔沃它对于安全的执着，比如它的高强度的定制车身啊，它车内的用料的安全啊等等方面吧。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，沃尔沃 XC60它的产品力不仅强悍，而且非常全面。那么作为一台豪华的混动车型的话，我觉得表现就是应该是这样子，你们觉得呢？